马斯克告 OpenAI 索赔千亿，法官当庭笑了。上午他在证人席上主动声明，我从不大喊大叫。下午他就对着律师当庭吼了起来。法官忍不住笑场，陪审员集体抬头看他，中间才隔了不到4个小时。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就在上个星期，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一间联邦法庭里，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场科技诉讼正式开庭了。原告埃隆·马斯克，被告 OpenAI 以及他的 CEO 山姆·奥特曼和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光是选陪审团那天就够精彩了。法庭要从候选人里挑9个人。有一位候选人当着马斯克的面说，他是一个贪婪的、种族主义的、恐同的人渣。另一位说他是世界级的混蛋。法官不得不反复提醒，请大家保持客观。最终选出来的9位陪审员大多表示对马斯克和 AI 都没有强烈倾向。但你想想看，一个人走进法庭还没开口说话，候选陪审员已经在排队骂他了。这在美国的司法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场面。索赔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全球1半国家1年的 GDP。 而且马斯克要的不光是钱，他要法院判 OpenAI 恢复成非营利组织，罢免奥特曼和布洛克曼的全部职务，还要阻止 OpenAI 在今年下半年上市。他的核心指控只有一句话，他们偷了一个慈善机构。故事得从2015年说起。那一年，马斯克和奥特曼等人联合创办了 OpenAI， 一家立志不赚钱，为全人类开发 AI 的非营利研究实验室。马斯克在法庭上说，我想出了这个名字，我招募了核心团队，我教了他们我知道的一切，我提供了所有的初始资金。但是 OpenAI 的律师当庭给他算了一笔账，承诺捐10亿美元，实际到账3800万，兑现率不到 4%。 马斯克急了，大声说，没有我 OpenAI 就不存在，我贡献了我的声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随后律师追问，那到底捐了多少钱？马斯克不得不承认，在严格的货币意义上是3800万美元。这个场面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在饭局上拍着胸脯说，我请客，结账的时候发现他出的是精神支持。但你也别急着笑马斯克，因为他的愤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今天的 OpenAI 估值超过8500亿美元。不管当初谁出了多少钱，一个非营利组织变成了这么大的商业帝国，中间确实有一个巨大的问号。马斯克在法庭上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尾巴在咬狗。他说 OpenAI 最初的设计是非营利使命这条狗带着盈利子公司这条尾巴，尾巴只是为了融资续命，服务于狗。但现在彻底反过来了，盈利部门吸走了所有人才、所有资金、所有注意力，非盈利只剩一个法律上的空壳，偶尔拿出来当招牌用一下。这个比喻其实挺准的，而且马斯克手里有一条关键短信作为证据。2022年，微软宣布投资100亿美元， OpenAI 估值一夜飙到200亿。马斯克给奥特曼发消息说，这感觉像是诱饵调包，意思是当年你们用非盈利为全人类的旗号把我吸引进来，等公司做起来了才发现，那从来不是你们真正想做的事。奥特曼怎么回的？他说，我同意，感觉确实不好。马斯克的律师把这条短信在法庭上重点展示。你看，连奥特曼自己都承认感觉不对，这不就是证据吗？但问题在于，当 OpenAI 的律师开始反击的时候，马斯克自己的底被一层一层的揭开了。而且揭底的这个人来历本身就是一出好戏。 OpenAI 的首席律师叫威廉·萨维特，他曾经是马斯克的律师，帮马斯克打过特斯拉的官司。后来呢，他跳到了对面，代表推特的高管团队打赢了那场强制马斯克完成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诉讼。现在他第3次出场，代表 OpenAI 站在马斯克对面。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怎么对付这个证人。萨维特的策略非常狠，他不抛新证据，专门用马斯克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邮件、录过的证词视频来拆穿马斯克今天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第一刀砍向离开的真相。马斯克一直对外说，他2018年离开 OpenAI 董事会是为了避免跟特斯拉的利益冲突。萨维特反复追问，
马斯克的律师当庭反对，法官驳回，允许继续。最后马斯克被逼到角落，承认了。2017年，他向其他创始人提出要求，要 51% 的股权，4个董事席位，其他所有创始人加在一起只有3席。被拒之后，他切断了资金，还直接把 OpenAI 的核心研究员安德烈·卡帕西挖去了特斯拉。走，不是因为利益冲突，是因为没拿到他想要的东西。这个真相对马斯克的整个叙事框架是致命的，因为他此前10年一直在用利益冲突来解释离开的原因。第二刀砍向盈利化的源头。萨维特拿出了几封马斯克自己写的邮件。2015年 OpenAI 还没正式宣布，马斯克就在内部提议要不要加一个盈利实体。2016年他给同事写邮件说，搞成非盈利可能是个错误。2017年他只是高级顾问，偷偷用 OpenAI 的名字注册了一家盈利性公司。2018年他给其他创始人发邮件，说 OpenAI 注定失败，解决方案是并入特斯拉。你发现问题了吗？马斯克今天起诉 OpenAI 背叛了非盈利使命，但他自己从2015年就在推动盈利化，区别只有一个，他想要的盈利化是他掌控的盈利化，别人搞的盈利化就是背叛。第三刀最致命。萨维特问，你的公司 XAI 有没有用蒸馏技术从 OpenAI 的模型提取知识来训练 Grok？ 马斯克先打太极，说 AI 公司之间互相蒸馏是普遍做法。萨维特追问，那 XAI 到底有没有？是还是不是？马斯克说，部分有。一个起诉别人偷东西的人，当庭承认自己也在偷对方的东西，这在法律上有个专业术语叫不洁之手，意思是你自己的手也不干净，你就很难指责别人脏。这个承认是在联邦证人席上做出的，它的法律后果可能远远超出这场诉讼本身。还有一个场面，是整场庭审气氛最紧张的时刻。萨维特拿出了一份2018年的术语表，问马斯克有没有读过。马斯克在法庭上说，他读了开头部分，大致了解了内容。萨维特随即播放了马斯克庭前录像证词的视频。视频里的马斯克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全程没有提过任何读了开头的说法。2个版本的马斯克就这样同时出现在陪审团面前。马斯克急了，大声辩解，我说的是没有仔细看，不是没读。这段争执持续了好几分钟，马斯克的声音越来越大。法官告诉他，请直接回答问题。萨维特追问不止，马斯克指着他说，你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你的问题是设计出来骗我的。这是马斯克最激动的一个时刻。然后是安全卡事件。萨维特问马斯克，你知道什么是安全卡吗？安全卡就是 AI 公司随模型发布的安全说明文件，用来披露模型的能力边界，已知风险和安全测试结果。这是 AI 行业基本的透明度标准。马斯克说，不太确定，但他自己的 XAI 正在给 Grok 发安全卡。他以 AI 安全捍卫者的身份起诉 OpenAI， 结果他不知道自己公司在用的安全文件叫什么名字。这3天下来，有旁听记者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我这辈子从未如此同情过山姆奥特曼。但是先别急着同情奥特曼，因为 OpenAI 这边的底也不怎么干净。最炸的一枚地雷是布罗克曼的私人日记，这本日记是在诉讼发现阶段被挖出来的。2017年 OpenAI 烧钱烧得很凶，内部开始讨论要不要转成盈利结构来融更多的钱。马斯克是最大金主，但他开出的条件是全面控制权。布洛克曼和奥特曼不想接受，但又不敢当面拒绝。于是他们的策略是当面继续安抚马斯克，保证坚守非盈利，私下另想出路。布洛克曼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他不能对马斯克声称我们会坚守非盈利，如果3个月后我们就搞成盈利公司，那就是一个谎言。他很清楚地知道马斯克的故事会是我们最终对他不诚实，我们其实一直想搞盈利化，只是不想带着他。同一本日记里还有另一句话，在财务上什么能让我身家达到10亿？嘴上说使命，手上算身家。
这是2017年 OpenAI 联合创始人的真实心理状态。法官在今年1月的裁定中直接引用了这本日记，作为证据充分应当开庭审理的核心依据之一。布罗克曼接下来也要走上证人席，当庭解释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法庭上还公开了一组让人大开眼界的短信记录。2024年12月，扎克伯格主动给马斯克发消息，说 Meta 已经致函加州总检察长，支持你对 OpenAI 的起诉。两个平时互相嘲讽的人，因为共同的竞争对手站到了同一条线上。2025年2月，马斯克给扎克伯格发了一条消息，你愿不愿意跟我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联合竞标 OpenAI 的知识产权？扎克伯格回复说，要不打个电话聊？马斯克说，好，明天早上打。最终扎克伯格没有参与。7天后，马斯克独自出价974亿美元，要收购整个 OpenAI。在证人席上，马斯克宣誓说，他出这个价是为了阻止他们窃取慈善机构。但短信显示，他的第一反应是拉上另一个科技巨头一起来竞标。这到底是拯救慈善还是商业收购？萨维特在盘问结束时只说了一句话，他只支持非盈利，前提是他自己在掌控。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有钱人打架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这场庭审最值得看的恰恰不是谁胜谁负，它像一台 X 光机，照出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2015年这帮人凑在一起创办 OpenAI 的时候说的话是什么？为了全人类不赚钱开源，对抗谷歌的垄断。今天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讽刺？但我真的相信他们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诚的。马斯克确实担心 AI 安全，他2014年就公开警告过 AI 可能比核武器还危险。奥特曼确实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实验室，他2015年给马斯克写的第一封邮件里列出了非常具体的筹备方案和使命愿景。问题是，真诚的初心和后来的走向并不矛盾，很多背叛不是预谋好的，它是一步一步滑过去的，每一步在当时看起来都很合理，回头看才发现已经走到了起点的反面。当这个实验室真的造出了 ChatGPT， 真的值几千亿美元的时候，初心就不够用了。这就像两个人一起种了一棵树，种的时候说好了，这棵树是给全村人乘凉的，结果这棵树长成了参天大树，上面挂满了金苹果。马斯克说，这树是我浇的水，应该归我管。奥特曼说，你只浇了 4% 的水，树是我们种出来的。但没有人再提最初的承诺了，这棵树是给全村人乘凉的。这不是硅谷独有的故事，这是人性的一个底层程序。我们在没有利益的时候特别容易高尚，但当利益大到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时候，高尚就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你仔细想想，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场景？几个朋友一起创业，刚开始的时候说好了，兄弟齐心，有钱一起赚。公司小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尚，公司一旦值钱了，股权怎么分？谁该当 CEO？ 谁的贡献更大？所有曾经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突然都变成了最尖锐的问题。这场庭审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10000倍的合伙人翻脸现场。这场审判还要持续好几个星期，接下来有一系列重磅证人要出场。奥特曼本人将走上证人席，他在整个第一周全程坐在被告席，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等他开口的时候，整个硅谷都会屏住呼吸。微软 CEO 纳德拉也要出庭，因为马斯克指控微软协助 OpenAI 完成了这次盈利化转型，没有微软的130亿美元投资，这一切不可能发生。纳德拉必须向9个陪审员解释，微软当初签下这笔交易的时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帮一个非盈利组织变身。还有一位证人特别值得关注，叫西冯·奇利斯。他有3重身份， OpenAI 前董事，马斯克4个孩子的母亲，以及 OpenAI 方面指控的内部信息泄露者。OpenAI 声称，奇利斯利用自己的董事身份，向马斯克泄露了公司的内部决策和商业机密。光是这个人物关系图就够写3集电视剧了。但这场审判真正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当一个以非盈利使命创立的组织做出了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它到底应该怎么办？
守住非盈利，谁来付每年几十亿美元的训练账单？非盈利结构根本撑不住这种规模的烧钱速度。赚成盈利？那当初捐款人的钱算什么？那些因为使命而加入的研究员算什么？更深的问题是，一个掌握了最强 AI 的盈利公司，谁来确保它还在为全人类服务？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9个陪审员必须给出一个，而他们的回答不光决定这场官司的胜负，还可能会重新定义一个规则，那就是当人类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技术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才能既保证它活下去，又保证它不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想法，特别是关于 AI 公司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平衡使命和生存，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